报杨紫古装剧《青簪行》将在9月补拍，新换的男主男配太满意了。《青簪行》是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，由林更新和杨紫主演，讲述了一段爱恨情仇一步步牵引出大唐皇家精心密案的故事。该剧原定于今年年初播出，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定档。近日有消息称，该剧将在9月进行补拍，女主杨紫也将配合前往进行1至2周的补拍。补拍将涉及实景搭建，计划安排在明年暑假上映。这一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有人期待，有人担忧。有网友认为，此次补拍的信心来源于另一部作品《长相思》的成功。《长相思》是一部由杨紫和张晚意主演的古装剧，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纠葛故事。该剧在今年7月播出后，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，杨紫和张晚意的演技也得到了认可。有人认为青簪行的剧组看到了《长相思》的成绩，觉得杨紫还有市场，所以决定重新打磨该剧，希望能够借助杨紫的人气和影响力，提升该剧的质量和口碑。杨紫对青簪行的感情复杂，因喜欢剧本而接下这部戏。杨紫为角色付出艰辛努力，花了8个月时间扎根于剧组，背台词，研读相关书籍。她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：“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难得，她是一个很有灵性、很有智慧、很有魅力、很有个性的女性。”她还表示：“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我演过最难演的一个角色。”然而，在拍摄期间，杨紫遭遇了某家粉丝网的恶意暴力，剧本也遭到了修改。在争议最大的时期，杨紫发声，但剧组对此不以为意。她在微博上写道：“我只想说一句话，请尊重原著。”她还说：“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关于这部戏的负面消息。”她的发声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也让人们对该剧产生了更多的期待和好奇。现在却要回去补拍，这情况备受质疑。有人怀疑补拍是否是为了改变剧本和角色设定，是否会影响杨紫之前的演绎和表现。也有人担心补拍会给杨紫带来更多的压力和困扰。有网友表示期待黄紫霞的角色，然而青簪行的剧本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改动，有些与原著不符，担心剧情中的一些情节会让人失望。一些网友认为，如果不尊重原著并不改善服化道，宁愿剧组放弃拍摄。青簪行是根据网络小说《簪中路》改编而成的，原著是女频的大女主剧，拥有众多的忠实读者。原著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魅力，让人难以忘怀。然而，从之前曝光的预告片和剧照来看，青簪行在服化道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。比如，杨紫的造型被指太过现代化，与古装风格不符；林更新的妆容被指太过浓重，与角色性格不符；一些场景和道具被指太过简陋，与原著描述不符。这些问题都引起了网友们的吐槽和不满，有呼声要求剧组在补拍前先向女演员道歉，同时强调尊重原著的重要性。他们认为，《青簪行》应该是一部以原著为基础、以角色为核心、以故事为灵魂的作品，而不是一部以流量为目标、以噱头为手段、以收视率为标准的作品。《青簪行》补拍引发争议，杨紫能否再次创造奇迹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只有等到该剧正式播出后，我们才能知道结果。但是，《青簪行》是一部有着巨大潜力和挑战的作品。它需要在尊重原著、展现角色、讲述故事、吸引观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也需要在满足市场、考虑收益、迎合口味、保持品质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。相信《青簪行》是一部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的作品，是一部能展现杨紫和林更新等演员们的演技和魅力的作品。也希望《青簪行》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上的盛宴。杨紫、林更新《青簪行》将要补拍。网传杨紫、林更新《青簪行》即将要补拍，还有实景补搭。由杨紫、吴某凡主演的《青簪行》原定于2021年暑期档播出，但后来因为男主深陷丑闻风波，人直接进去了，导致这部剧拖到了2023年都没办法播出。网传《青簪行》将重新补拍，男主由林更新饰演。一部电视剧从来不是由个别主演构成的，那些没有犯错的普通人，他们的投入应该被尊重。
青簪行》是根据侧侧清寒小说《簪中路》改编的古装探案轻喜剧，讲述了女官黄子霞一步步牵引出大唐皇家精心密案的故事。当然，补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杨紫目前还在拍摄现代都市剧《承欢记》，要9月份才结束。林更新这边也正在与刘亦菲合作拍摄《玫瑰故事》。双方如果要空出档期，就只能见缝插针补拍完，补拍不了的部分也只能用 AI 技术换脸了。赵丽颖、杨紫谁的演技更胜一筹？赵丽颖和杨紫是当今非常受欢迎的2位演员，我也非常喜欢他们2个。在几年前，我觉得杨紫的演技更胜一筹，但自从我看了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，我对赵丽颖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她从之前的甜美少女形象成功过渡到村妇女大老板许半夏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然而，现在姊妹好像被形象限制了，一直演着少女角色。就演戏的基本功、表演共情能力和稳定性而言，杨紫更胜一筹。但是就形象角色的可塑性而言，赵丽颖现在表现得更好。她可以演绎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而且我发现赵丽颖每一部戏都在不断进步和突破自我。她非科班出身的表演可给人一种青涩的感觉，但也给人更多的惊喜和新鲜感。希望姊妹可以打破自己的舒适圈，突破形象的限制。相信她一定有能力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，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经验。非常期待姊妹更加出色的表演，也期待赵丽颖能不断进步，给我们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。有实力、有演技又有美貌的她们，你们喜欢吗？02一周涨粉65.4万。莲花楼逆袭暑期档，诚意晋升为古偶剧扛把子。这个暑假，唯一能和杨紫爆款剧《长相思》抗衡的，貌似只有诚意的莲花楼了。这2位欢瑞曾经的师兄妹，果然都是学霸型选手。无论流量圈子的艺人怎么炒话题、搞热度，他们大多泰然不动，将精力都放在演员本职方面。就算娱乐圈的水很浑，有很多资本在操作，但是忠于职业的艺人，还是能被观众看见以及拥护。我们从上周微博涨粉最多男明星排行榜可以看出，诚意名列榜首，一周涨粉65.4万，比现象级爆款剧《长相思》3位男主涨粉数据都要高，可见大众即便看古偶剧，也不单纯看颜值，演技才是王道。讲真，在古偶剧范畴内谈演技，一向都比较泛，因为这种剧的圈层就在那里，选择男女主演更多的是看重演员流量带给资本的利益，演技其实放在其次。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国家1级演员去演古偶剧，大不了做个配角客串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但相对来说，流量艺人的红利期也不会特别长，很多人热1-2部剧后，没有新的资源倾斜，艺人本身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或是不温不火，或是直接被市场抛弃。而那些能在小花小生榜上留下姓名的流量艺人，都是踏过千军万马拼下来的全维度学霸级人物。通常不光有演技，有很多作品打底，艺人本身也一定要具有相对的人格魅力。像杨紫、赵丽颖的飒爽干脆，肖战、朱一龙的温润真诚，都是他们演员自身的性格魅力，加持了粉丝的喜爱度。诚意作为近几年当红流量男艺人，显然要偏科很多。他的情商不算高，为人率直天真，很多职场中的弯弯绕绕，他没有办法自如去应对。比如曾经流离云歌会，他被黑得最惨，他自己却嗫嚅着无法为自己争辩。又比如在最能挣粉丝好感的综艺节目中，他完全就是游戏黑洞，靠这些附加科目给自己加分，显然是不能够。所以他之所以能走到现在，在古偶剧中得到这么多粉丝认可，那就是纯粹靠演技。讲良心来说，因为看的剧多，我对古偶剧所谓的角色演技印象并不深刻。但是看《琉璃》中诚意饰演的司凤，印象一下子改变了。剧中司凤挑眉的小表情、手扶唇角的嗜血动作，都在完善角色本身。他凭这部剧大爆是有理由的。还有去年他在《沉香如屑》中一人分饰3角，明明是同一张脸，不管是清离帝君应渊、抓妖道士唐周、渣爹玄烨，他都可以凭借眼神和微表情将角色区分开，这就是功底。比那些演10部剧、10个角色都看起来差不多的某阳性、某晋性中年演员靠谱多了。
再说回今年程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，其实从原著类型上来说，吉祥文《莲花楼》远没有《长相思》热度高，因为在古偶剧中情情爱爱才是主旋律。而且隔壁的《长相思》确实很牛掰，不管是剧情的拍摄，还是主角演员都选得非常有水准，成了今年暑期档的爆款，毫无意外。莲花楼一开档是被《长相思》压着，其实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替莲花楼憋屈，因为我明白这是两个类型。从故事上来说，《长相思》比莲花楼讨喜，可从内核上来说，莲花楼比长相思更有深度。而这个故事的深度，一半都是通过主角李莲花这个角色来表达的。她不是金庸小说当中的绝对大英雄，故事也没有着落在鲜衣怒马的李香怡身上。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李莲花就是养着小狗，学着做菜，万般不在意，谎话连篇的小人。她不热血，不奋发，没梦想，不执着，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漫不经心。可就是这10年后的李莲花，才是故事中最具有智慧的人。她用属于自己恳切的方式，与这个世界在告别，解开每一个与自己相关人的心结。当剧集过半时，很多人拿《莲花楼》中的李莲花这个角色与《琅琊榜》中的梅长苏相比，单从角色深度来说，她一点都不逊色。想演好这样的角色，绝对不容易。我开始看程毅饰演的李莲花时，也觉得有一点垮，但是10集再看，李莲花这个角色已经慢慢铺开。无论是戏谑调侃，还是温语劝解，程毅都演得那么熨贴自然。目前2部剧都收官，《莲花楼》的评分比《长相思》还高，在古偶剧中拿到8.1分已经相当不容易，而程毅在剧中的演员贡献值也有目共睹。真希望当下的流量艺人都在本职上面下功夫，大家都拼演技，演艺圈能单纯点，观众也舒适一些。